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不认识和红丝巾，或成博君一宵新的里程碑。石颖同学在接受采访，被问到有没有见到波子哥时，回了一个惊破天的答案：不认识。而波子哥在植村秀现场挂了一条已有5岁高龄的红丝巾，这波逆天操作让喵猪都倒吸一口冷气，这分明是要引发一场娱乐圈的大战呐！为何这样说呢？石颖大神官这记性属实是不太好，但是互联网以及全国的网民那记忆力可是杠杠的。蓝掌魏婴朝夕相处咱就不说了，就说你大神官吃没吃过人家波子哥的小龙坎，吹没吹过人家的小风扇，天天向上和人家跳没跳过舞，比没比过眨巴眼儿，南剑太监唱没唱过无鸡，波子哥替没替你抗过高音，这一桩桩一件件，那波子哥待你可是不薄。咱不要求你逢年过节拎2盒水果去看望看望呗，你也不能如此绝情，一个不认识打翻了裤盖呀！这真是叔能忍，婶儿都不能忍。这波子哥听到了，这必须绝交啊！再说波子哥，地球人都知道你的应援色是绿色，石颖大官人的应援色是红色，那你奈何弃掉绿草茵茵，转去选择了旭日东升？而且你还瞄准了摄影机的位置，特意撩开衣服下摆，让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看到那抹飘荡的红色，并且有好事者特意做了对比图，条分缕析的证明了这条红丝巾就是当年天天向上双人舞时你系于腰间的那条。那么问题来了，波子哥为何要在全球直播的如此大型活动上犯如此低级错误？但又没听说过波子哥是红绿色盲，且波子哥事业如日中天，不大可能节俭到5年前的旧物都要炫耀一番，还是在人家都已经明确表示不认识你的情况下，你拿出这条具有历史意义的证物，你想要证明什么？你这随随便便的挪用人家的应援色，还找出证物啪啪打人家的脸，那石颖大官人得知了，那也必须讨伐上门呐。所以你看，以2人在内娱的影响力，2个龙头都斗起来，那龙身子、龙尾巴没有道理置身事外呀，那必须全员参与呀，这不打起来更待何时呀？但意料中的混战并未发生，且看这2位都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甚至还有点乐此不疲的意思，双方那庞大的粉丝也都安静如常，丝毫没有为正主出头的想法，甚至还有些好事之徒不嫌事大在摇旗呐喊，本应引发一场外交灾难，现在反而一片和谐，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妖在哪里？那就是这2人的友谊已然发展到超越普通同事的点头之交，而是达到可以互相调侃、心意相随的程度了。就是所谓的你尽管做，掉在我眼里却都是星星。所以不认识和红丝巾一定会成为博君一宵新的里程碑。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从宝格丽事件看王一博的刚烈忠勇。刚烈忠勇一般形容的是战争年代在枪林弹雨中冲杀的将士，属实与一个和平年代的明星不太搭，但喵猪斟酌来斟酌去，还是决定用这4个字，因为除掉刚烈忠勇，喵猪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形容王一博。为什么这样说呢？起因是宝格丽在其全球官网中将台湾列为国家，引发中国人民的强烈谴责与抵制后，宝格丽随即删掉该消息，
并且按照常规道歉，让技术原因背了锅。其实，对于像宝格丽这种高奢品牌，出现辱华的行为不会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毕竟意识形态的不同，就决定了类似的敌对行为不会停止。但这次宝格丽的辱华，却是触碰了所有中国人的情感底线。台湾就伤害指数来讲，那绝对是顶级。但问题就出在，义愤填膺的是普普通通的网友，而吃尽高奢商业价值的中国代言人们却集体缄默。喵猪大概数了数，10多位之众，都是人前光鲜，人后亮堂，言必称爱国，谈必称情怀的大咖大腕们。那为什么缄默呢？大概有3，宝格丽高奢的国际地位，好不容易搭上的船，岂肯轻易弃舟？违约后果相当严重，需支付高额违约金，并会受到品牌方的封杀，撕破脸后遗症明显。至少类似有辱华情节的金主爸爸们，基本不会再寻求与之的合作。其实颠来倒去就是一个字钱，就是国与钱之间取舍的问题。如果爱了国，那就损失了真金白银；如果爱了钱，那就只好让爱国变成一句响亮的口号。大咖们无疑选择了后者，所以闭嘴装聋作哑。而面对同样处境的王一博，却毅然选择前者。这就要追溯到耐克辱华事件，王一博甚至都不等到耐克也例行道歉，给彼此找个台阶下的时候，就连夜发了解约声明，成为合约期解约第一人。那么我们看看王一博为了这个第一，他付出了什么？以罢工相威胁，逼得老东家乐华连夜出具带法律效力的解约书，自掏腰包赔偿违约金800万，而且受到耐克的封杀，终生不得使用耐克产品。而当时的王一博刚刚拼到乐华二哥的地位，如果乐华不让步或者品牌方有什么小动作，王一博是真有可能在一夜之间一无所有的。喵猪想，王一博做出上述决定的时候，他不是不知道后果，身边人更不会不和他言明其中的利害关系，但是王一博还是义无反顾的做了，而且第2天直接脱鞋上班，彻底与该高奢切割，绝不拖泥带水，沽名钓誉。喵猪也正是从那时改变了自己一直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戏子无情，认为所谓的明星也就是那么回事吧，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熙熙攘攘皆为利去。但王一博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喵猪上了生动的一课，原来爱国是不分职业的，明星也可以心怀家国。也正是从那时起，喵猪决定追随这个年仅24岁的年轻人，为他不惜开设账号，写上小作文，即将他视为明星，更是做精神榜样，而真真切切的以自己的偶像为荣。喵猪作为小小草民，完全没有资格去指责谁，但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从这极端相似的桥段里，更加认定了王一博，认定了这是一个拥有着爱国情怀的战士，是一个在和平年代，在利益至上的糖衣炮弹下，毅然勇闯枪林弹雨的刚烈忠勇之士。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